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出现难得小反弹，但标普有一个关键压力位，你必须要知道，只有突破了才能够安心做多，否则还有再次下探的风险。加密货币一夜狂欢，这是持续大跌后终于见底了吗？3月份有2个比特币的关键变盘时间，你一定要知道。英伟达 GTC 大位后，趋势有改变吗？现在怎么看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有关目前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等指数的市场观察。那么阿哲会通过关头阴线告诉大家当下标普500重要的压力位，以及这个压力位如何算是有效突破。而后我们会看到纳指15分钟日内变盘点，还有日线的趋势分析。那么以此呢去了解纳指和标普目前的市场环境。只有读懂了指数的环境，我们才能够做好后续的个股解析。那么在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告知您。你会发现我视频当中的目录内容会比较多，所以阿哲视频一般会偏长一些阿哲知道不是每一个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我也把所有的视频的内容呢分好了时间段、时间轴。那么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那一部分内容。当然，这里唯一的建议是，我们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是我们本期视频最为核心、最为精华的一个内容。我们在投资美股市场，甚至呢，包括你做加密货币也是一样的，对于美股指数的环境观察都是重中之重。只有看懂指数，才能够做好整体的一个投资方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是关头阴线。什么叫关头阴线呢？它是阿哲九阴真经篇章当中的第3章的一个内容。那么九阴真经里面所讲的是9种阴线的选点的技巧，如何去买，如何去卖。那么关头阴线呢，是其中一种相对简单，但是又特别直接、暴力有效的一个方案。我们看到这一根阴线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它呢，一般是一种风险信号，但如果出现物极必反行为，反而可能会出现暴涨的机会。所谓的关头阴线，一般是在上涨行情当中出现一根阴线。当然，这个趋势要求不是必须，是说有的会更好。出现的这种阴线呢，它的特征在于开盘价呢是等于最高价的，那么只有这个要求。而后它只要是阴线，那么它就是一个关头阴线。但如果这种 K 线它的实体较长，相对较短的关头阴线效果会差一些。那么市场的含义一般表示可能是上涨行情当中的一个出货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砸盘行为。那么这2种行为呢，一般来讲是相反的一个意思。如果是上涨中的出货，一般后续代表是一个相对市场的下跌趋势的一个形成。如果是砸盘呢，可能是一次低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要去关注它是砸盘还是出货。当下的标普就出现了这种阴线。我们来看一下操作的一个策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上涨当中出现，如果你已经买了股票，已经有利润了，好，这个时候呢，看到它是要卖股票的，是要减仓的。而当下的市场环境肯定呢不是说做一个卖点和减仓点，因为要卖的话早就该卖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关注的是第2点，就是关头阴线的高点一般是强压力。如果是一个机构再一次在此根阴线上出货的话，那么这一个阴线的高点短期内是不会去突破的，而哪怕有时候突破，它也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突破，依旧呢是风险。那么越是呢被快速突破的关头阴线的高点，那么越能反映前期市场当中的下跌是资金砸盘行为，那么反而会构成买点。然后我们关注一下第3点，就关头阴线它的低点一般来讲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或者说参考的价位。如果后续出现了破位，而后再去往上突破，我们要关注的是它跌破的一个幅度，跌破的越深，往后突破之后，它的涨幅一般也会越浅。如果升幅下跌之后再往上，那一般关头阴线的高点就是一个相对的获利兑现的一个目标位。所以关头阴线的高点突破呢，最好是一个快速强劲而不跌破它低点就直接突破的大阳柱。那么这是要注意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个股当中其实也可以去用，不一定是指数但个股当中如果你看到关头阴线它是天天出现，经常出现，一般说明那只股票它的流动性应该会比较差一点。
光头阴线正常来讲应该是一种稀有的价注啊，如果一个标的当中频繁出现光头阴线，那则不应该去关注和以此作为操作的考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当前的标普500指数，我们所看的是标普500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阿哲呢，把光头阴线做成了一个简单的信号，标记在了这个 K 线图上。只要头顶上呢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十字星的，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光头阴线。这两根，这一根都是阴线，然后都是它的高点和开盘是相等的，所以它是一个光头阴线。那么最近是在哪一天呢？是在上周的第4个交易日，周四的时候，是吧？这根 K 线是一个光头阴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曾经光头阴线的表现，就一旦是在上涨行情当中出现光头阴线，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上行，有可能这里就要出货了。我们要去小心，要在这里去获利兑现，要去卖股票，是吧？特别之前是加速你已经赚钱了，要在这里去卖股票了。卖完之后，你就知道未来这一个区间就是一个压力，价格是往下跌破很深啊，那么后续反弹的时候，这里就很难过。你要知道，越靠近它，越容易再次的引发下跌。价格呢一波单边上涨后出现，效果会更好。好，这个地方就应该构成你连阳之后的卖点。卖完之后，它没有立刻的跌破，而是在这里震荡。但你会发现啊，它往上突破了，但是它却无法站稳，所以有时候光头阴线可能在跌之前会先假突破，然后再往下跌。所以我们一般是突破的时候，你可以去继续看涨，但是位置高的话呢，可以先关注一下能不能站稳3天。如果突破之后快速又跌回来，甚至呢把它低点跌破，你要知道还有下跌的空间，并且如果跌得比较深了，股价往上走，那一般来讲啊，往上过光头阴线的时候，就预防再次的调整。光头阴线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效果，包括这一波上涨是不是最后也是标普500以光头阴线进行了一次下跌了结。第二根光头阴线快速突破并且回补缺口，是不是越快被突破的光头阴线越容易是一个砸盘行为？我们再往前去看，这些行情也是一样的，出现过很多次光头阴线。光头阴线出现的次数呢不算多，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并且每次呢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之前这个标普的高点的地方，是吧？高点第2天就是光头阴线，光头阴后直接跌破，没有突破，所以这一波上涨光头阴线是一个风险。价格下跌反弹，光头阴线无法去突破，有压力，价格继续下跌。这个光头阴线产生了，那么后续没有跌破，而后快速以缺口去突破，所以这里是一个砸盘，而后是一个买点。是吧？包括这些光头阴线，光头阴线有压力，价格反弹到这里要小心，这里是个压力。那这个光头阴线呢，快速被突破，而且站稳3天，价格短线有一个机会。那么低位的光头阴线产生了，快速被突破，这是不是说明这里是机会？光头阴线被突破，光头阴线被突破，所以这个标普在曾经低位的时候是连续有光头阴线，连续都是快速的被突破，而没有被跌破，产生了一个底部行情。那么当下也是一样。价格一波下跌行情，虽然目前不是一个上涨趋势，所以不构成一个卖点。但你要知道的是，这里会不会是下跌行情当中又一次资金的流出啊，大举的卖出呢？关注光头阴线能不能被快速的突破，刚好这里也有一个缺口，所以当下这是标普500的强压力区，市场如果反弹到这里不能快速过，则小心预防2次下破。如果往上涨上，但是短期无法站稳，再次跌破时，则再次是一个高抛点。风险点，唯有市场快速强劲的突破，站稳不破，那么市场低位至少一个中期底部有机会在此诞生。所以我们关注一下标普500能否突破光头阴线的高点，不能突破这个缺口和光头阴的高点，将形成反弹的关键压力区。这波反弹这里不能过，就还是反弹，只要是反弹，后续是不是还能够有新低啊？所以这里是要关键的关注的。标普500的光头阴线在3月12号已经出现。以上是对于标普500光头阴线的一个解析，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个学习。那么对于光头阴，阿哲也很久没有讲了，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那么接下来来到第2部分，阿哲要讲一下有关日内的变盘时间窗，就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图表。那么纳指的15分钟变盘点呢，一般就是阿哲认为日内呢有机会见到高点和低点的时间。左侧呢就是我们日内变盘点的一个时间之前公布的一些内容了。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或者说您是财生朋友，那么基本每天呢您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是阿哲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会写的一个盘前广播当中的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变盘点。那么在3月13号的时候，我们讲过9点45和1点30是2个变盘点。之后呢，9点45是一个冲高的高点，下跌之后反弹，1点半呢是见到了一个反弹高点。那么3月16号的变盘点有3个，昨天整体是震荡的。如果把这个缺口省略掉，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震荡行情的高低点。
那么像第一个变盘点9点45分是一个震荡行情当中的低点，11点15分呢是一个震荡行情当中的高点，然后2点呢是一个震荡行情的低点。那也就是说，下一个变盘点大概率呢是上当中的一个变盘高点。那么下一个变盘点，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谁呢？依旧我们的9点45分所以第一根开盘的15分钟 K 线要关注。如果今天开盘的第一根 K 线，那么对于这个变盘点怎么去使用呢？阿哲这里给大家去推演一下，因为变盘时间窗它有一些变动的可能，所以我们需要先去把它的可能性推演出来，然后你在市场当中去跟随。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目前先涨定是变盘高点，因为它前一个是低点，是吧？下一个是高点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那如果它要怎么更可能成为高点呢？如果它是上涨的，这个高点的概率会更大。上涨过程当中产生了9点45分的变盘点，而后下一根 K 线是下跌的，构成顶分型，那么容易呢是一个变盘高点。另外一种是更加弱势的产生变盘高点的机会，就是它是下跌的。当下跌之后，它没有产生变盘低点，没有出现底分型，而是继续再跌一根 K 线。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这一个低点变盘它其实是提前了，就昨天这个高点其实就是它的变盘点，只是它提前了很多根。提前了很多天，变盘时间的口诀一般是高点提前一宝跌，所以如果今天开盘的2根 K 线如果都是阴线下跌而没有见到低点变盘，那么很有可能说明市场弱势，高点提前，那么容易出现下跌。所以这2种见高点的方式呢，大家要注意，第一种是常态，冲高回落见高点是比较正常的，下跌2根见到高点变盘的话，就说明高点提前，容易出现再次的强势的下跌。那反之有没有可能见低点？有的，2种可能性反过来一下。比如说下跌跌一根，然后是一个底分型，那么这种地方呢，就是一个正常容易变盘低点的地方。或者说涨2根 K 线不见高点，那么说明低点有可能是昨天最后一根 K 线提前了，那时候也算是低点比较强势。所以今天第一个变盘点是9点45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变盘点我们是每期视频也是呢每天盘前都会去公布，所以今天的变盘时间呢，阿哲也会把全部的内容写在美股盘前广播当中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了解后续的几个变盘点。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标普500日线光头阴线的解析，以及呢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下一个变盘点的一个揭示。那么希望今天的这2部分内容依旧对您是能够有所帮助，对于指数能够有一个了解。如果您是位老同学，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点赞、宝贵的小红心。同时，如果您时间相对宽裕的话，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阿哲希望大家不只是点赞评论您也可以顺手呢把我们视频底下的这个订阅按钮可以点开。您只要点击了这个订阅按钮，那么就会显示已订阅，只要有这个已订阅的显示，就说明您已经是阿哲讲机会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顺手您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点开，那么这个铃铛只要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因为阿哲和阿哲频道呢会在更新之后快速的去通知您，以弹窗的方式您呢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同时在订阅阿哲之后阿哲呢也会有4重福利赠送给我们的新订阅的粉丝观众。其中第1重福利就是这个每天的盘前广播，在我们的右上角视频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那个小卡片，那么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您跟助教说一下您是今天的新订阅粉丝同学是新朋友，那么需要领一下这4重福利，他就会告诉您是哪些福利会给您去发送领取的一个方式。很感谢第一次相见您能够订阅阿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阿哲要讲一下有关目前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的一个趋势分析。虽然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目前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下跌趋势因为它的高低点都不断的在下移，市场虽然在面临一个重要支撑的时候出现了停顿反弹，但其实没有改变这种走势。那么有没有具体的趋势反转的一个要求和条件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纳斯达克指数的上海趋势图表，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图表当中的这一个颜色 K 线以及呢这整个模板就叫做上海趋势图，是阿哲所分析趋势的一个主图指标。好，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目前是不是处于一个黄色的飘带当中，而且飘带是很明显很稳定的向下，然后市场的趋势它是处于一种稳定向下的黄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中期的一个下跌趋势。反之，如果它是一个紫色的向上的飘带，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中期上升的趋势。我们鼓励在上升的紫飘带当中寻找回调的买入机会。
也同时呢，不建议大家在下跌的黄色飘带当中寻找不断的抄底加仓机会啊，因为趋势顺势而为是散户我们最好的一个投资方式，也是阿哲认为呢最安全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近期为什么做个股交易，很多时候你很难把握到特别好的一个行情，或者说大概率吧，无法像之前紫色飘带那么好赚钱。就是因为目前市场指数的一个环境是下跌的，所以很多个股跟随市场的一个波动，只有小部分强势股在不断的向上，但是那毕竟是小部分股票，而不是大部分的一个持仓，所以当前的市场赚钱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什么时候纳斯达克指数能够重新恢复荣光呢？阿直认为它得要转为像之前的紫色飘带，并且稳定的向上波动，才能够让你更加轻松的赚钱。所以当市场转为紫色飘带，当市场转为黄色飘带时，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除非你是做空的，否则呢，你应该降低仓位，你应该减少出手的一个次数。我们最多，如果你还想要做多，只能做超跌反弹，比如说上海趋势图当中的蓝色 K 线超跌，是吧？超跌了，你可以去做多。以及呢，目前出现了前带子 K 线，也算是超跌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再去寻找做多的机会。而其他时候呢，我们应该管住双手，降低交易频率，否则任何一个市场环境下，你都在不断的买卖股票，其实你之前赚的钱很容易在现在重新的亏回去，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说做趋势最重要的是攻守之间的转换。上升趋势时做多同学你要积极的进攻，下降趋势时做多的同学则要谨慎的防守。所以当下是一个市场的防守时间，如果在防守的时候你还刻意的去进攻，就很容易被别人 KO。所以当下我们要注意什么时候转为紫飘带，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激进的进攻，而当下还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呢，就相对还是应该刻意防守，仓位控制，不要因为简单的一根小阳线直接又把你仓位拉高了，这是很风险的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上方当下的一个压力位，只要是一个黄色飘带下，它的压力一般就集中在黄飘带附近，所以市场当转为黄飘带时，它的反弹就容易在黄带附近滞涨，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股价上涨容易在黄飘带遇阻回落，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每次做反弹时要关注一下你所做的那个价位和飘带的一个空间如果很小，那么这个时候你去买股票就相对的风险。当市场出现一个低开高走阳线时，直接把飘带的一个空间走完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买股票，是不是空间就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下跌出现止跌阳线，空间目前大概率是这么多。它结合缺口的压力，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将是一个重灾区。如果它又是反弹，你在这里去买的股票呢，你最多就看到缺口附近，而后这里一旦收滞涨 K 线，你又小心，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要继续下探了。所以我们更加乐意的是看到市场向上突破，就放过第一波行情，而后等待真正有效的突破压力，市场回踩时去做激进的进攻。所以这是目前阿哲认为在纳斯达克指数上趋势的一个分析。就当下还是一个防守阶段，除非你做空，否则的话，当前这里呢，你需要等待一个强势的进攻，而后我们再去确定反转，去买入股票。在此之前，反手将是最好的一个操作策略。当然，这一个动作最好结合我们标普500对于光头阴线是有效突破的，这个呢我们需要结合去判断。所以以上呢是对于我们上海趋势图中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分析。后续的个股我们也会用上海趋势图去好好的为大家去讲解。这一个指标，大家如果手中还没有的，而后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同时也可以去找助教去安装的，这也是属于粉丝订阅的一个福利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到个股解析了。那么第一部分，光头阴线、日内变盘点、日线趋势分析，我们就讲解到此完毕。希望对您对于指数的一个方向能够有所明白。那么讲解个股之前，那么阿哲这里呢需要再次的郑重的介绍一下。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那么您具体有哪4种福利啊？我们来看到这里，在这个图表当中就是我们的4重福利了。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截图保存，到时候发给助教可以按需呢去领取，当然你也可以全部领取。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第2重福利是盘前广播，美股的一些盘前信息，包括时间变盘点一些空间点位的测算阿哲会在盘前去公布去书写，基本每天盘前都会更新。而第3重福利呢，是我们的技术分析的一些进阶内部课程，不会对外公开的一些内部课程。第4重福利是美股期权班。那么阿哲团队也有善于做美股期权的一个老师，那么这位老师很厉害，在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快5个多点的这种行情环境之下，他还能够逆势将他一直作为教学的一个账户实现了整体账户的
20%以上的一个收益，并且是稳定爬升的一个收益曲线。所以它呢是通过很多期权的一个策略啊去管理、去风控啊，那么在这种悲观的行情之下，还能够做到这种收益。所以这位老师的课程大家也可以去体验、去学习。对于这4重福利呢，大家都可以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啊去进行找助教领取，也可以呢在评论区底下阿哲呢也把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发在了置顶评论当中，您点击之后啊也可以找到助教啊，只要找到助教啊，您只要是订阅同学都可以啊领取去体验这4个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第3个福利和第4个福利的课程安排给大家去说一下。首先是本周的一个美股期权班，本周呢会有一个美股交易暴力技术特战营，主要呢就是我们期权老师所举办的，时间呢都是我们香港时间下午的5点，这个时间大家记得如果您不在这个时区，记得换算一下，如果有时差，那么也可以去听回放。那么4节课程都有不同的一个期权方面的一个难题解决，用不同的一个工具来去解决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盈利的时候怎么去放大盈利和锁定收益，被套的时候呢怎么去解套和做成本优化，在空仓下呢又怎么去做双向博弈，以及呢美股交易具体的一个实盘演练。那么这4节课程就是我们的一个期权班本周的一个安排。而后阿哲再讲一下有关于本周我们的技术分析的一个课程。那么如果您是关注了阿哲频道的，阿哲相信您对于技术分析也是非常感兴趣。而我们在每周呢也在内部也会举办专门针对于美股技术分析的一个实战的一个学习和一些盘面的一个分享。所以美股的交易避坑指南是本周我们技术分析课程的一个课表，大家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去换算，是每天的早上10点，那大家都可以去认真的好好听一听，都是呢阿哲呢认为对您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起到帮助的一些内容。阿哲也很希望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收获，去快速的成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个股的解析。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的特斯拉确实还是处于一个破位的状态，它把之前的一个趋势通道给跌破了，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虽然空间上还不够但时间已经够了，所以这个破位相对来讲大概率是有效的。而价格走势也确实对于这个破位的动作产生了一次反弹，去确认了这个压力位的有效性，并且出现了强势的顶分型。那么昨天这个反弹呢，更多是对于强势顶分型区间当中的一个反抽行为，所以阿哲认为这个地方只要再出现一个阴线，就绝大概率能够认为它是一个绝对的空间上破位也是有效，并且后续的空间容易去打开的一个行为。所以在本周要看一下这根长上影线之后的行为。除非能够把之前强势顶分型这一个空间的压力直接突破，站回这个通道之上，那么才能够去定义这有可能是一个假破位或者说黄金坑，但这个概率阿哲认为是比较低的，有很大难度的。所以当前这个地方呢，不建议大家去过于激进的去加仓或者说买入特斯拉，最好我们再看看右侧的一个选择，它究竟是往上把强势顶分型的风险化解掉，还是顺着强势顶分型的这种力度去往下波动。如果真往下波动，它的空间就彻底打开，那么至少阿哲认为可能相对于之前这里至少还能够再跌个1半的空间，再悲观一点可能就是跌完整倍的空间，所以这是要特别小心的，一定要等它确定这个强势顶分型后它是如何去表现的。我们再看到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呢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版。从上海趋势图当中来看，它的一个中长线就是这个龙门线白色线，它其实还是一个往上的一个格局，但它这个格局其实已经有点悄悄变化，它是不是也还是对这个龙门线有了一个破位的动作，而且破位之后是震荡，并且偏向于向下。目前反弹龙门线和飘带依旧呢产生的是压力，所以当前这个地方就是上方已经存在了由支撑转为压力的一个现象，而这种支撑转为压力的现象如果在这里确实形成往下波动，那么它这种氛围这种下降趋势就会一直维持一直保持，后续龙门线也会往下移动。我们看到它的周线上其实它就更大级别是一个破位了，周线上破位之后什么情况下确定空间打开，是不是黄色飘带已经在周线形成，那么这波下跌后的震荡和向上的任何一个动作是不是都是对于周线的黄飘带的一个反弹而已，黄飘带一旦形成，那么反弹大概率这里就是压力，而市场往下破，那是不是它的目标位就是往龙门线去波动，而周线的龙门线它在276，
0.991，所以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一旦呢市场在紫色飘带走了一波强势行情之后，它要走一个调整的话，周线的话，它一般的目标位健康的调整就是龙门线附近，所以这是要特别小心。它如果再发生一次这样的对于龙门线的调整，这个地方则还没有开始跌完呢，只是刚开始在周线转势而已。所以日线这个地方一定要等明确的向上的一个突破，把龙门线和飘带突破完，回踩时去做右侧的一个决策。而现在一定要做多头的防守，而不能去盲目加仓多头，去抄底多头。我们看一下整体日线上的一个压力，基本上看到飘带上沿就行，406.489，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压力，要被实体阳线突破，才有机会去转变这种颓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解析。英伟达呢，昨天在大会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波动，但最后还是冲高回落。我们对于实体的 K 线的分析，就是它是一个很长的上影线，实体较短，所以算是一个相对冲高之后再次遇到抛压的行为。所以市场对于它的一个情绪的变化，阿哲认为趋势上改变是不大的，它还是一个下跌当中的反弹行情。然后这个长上影线大概率表达的是目前市场还是对于它的一个悲观，或者说相对不太自信，相对信心不足。所以目前我们要关注它会不会是一个仙人指路。就如果是仙人指路，它的表现应该干嘛呢？它得要今天快速的，或者说2-3天内快速的把这根长上影线给反包，这则说明市场当中对于它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修复。所以这个长上影线后方向大概率还是看跌，除非2-3天之内修复这个影线，要有一根实体阳线给它给吞掉。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它至少情绪上是有所变动的。那么目标位呢，可以再往上看一看，看到这一个强势顶分型的区间之内大概一半的空间，可以看一下它的压力。否则如果在这里收的是一根阴线下跌，那基本可以确认这波反弹到这个地方差不多要继续下跌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表现。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它是不是一直还在走这个震荡收敛，所以昨天这个长上影线如果放大局面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改变整体趋势呢还是一个震荡的。而我们当前要相对小心的是，它的震荡空间在被压缩，因为它的飘带在这里确实形成了一个压力。我们之前说如果它是一个震荡行情的话，它的飘带是不应该有太明显的撑压的，所以前面这段时间它是直接飘带就是突破和跌破基本上没有什么支撑和压力所说的一个说法。因为趋势行情不在，只是震荡无趋势，所以飘带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含义和价值，但是不代表飘带就没有用了。什么时候开始它发挥效果？就当你发现飘带它的撑压又开始明显时，就说明趋势有可能开始变化，多空之间又有一方变得强劲。所以目前它的黄色飘带在变宽，而后在变久，并且这波反弹，它在这里确实也不断有滞涨的一个信号，有强势一个顶分型的产生。当下我们就小心了，这个地方是龙门线附近的徘徊，一旦这里再收阴线那么我们要注意有效跌破。那么龙门线向下，那么震荡行情将会转为下跌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还是要有一个强势的反包，能够把上影线给吃掉，我们后续再找机会，有机会再去转为上线，否则的话呢，这里就风险比较大，因为刚好是强压力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我们曾经在很久之前吧讲过一次周线，当时讲过这附近的周线是有一个支撑的，然后市场在这里容易产生震荡反弹。反弹的空间呢可大可小，最近呢确实也震荡很久。那么这一波反弹其实算是弱势，不上强势，因为时间太久了。在周线上，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晕线的一个价格结构。周线的晕线高点在哪呢？就是在这一个横线上，它是一个晕线的周线的高点。所以市场目前的一个反弹震荡，它是在周线的晕线当中的一个波动，目前还在往上轨波动，所以周线的晕线高点将是一个强压力区。另外的就是阿哲把升级九转打在了图表上，所以你会发现比特币它其实在日线上出现了九转当中的第8转，然后大概率会形成升级九转，所以当前往上走，那么它是左侧的风险会更大。前面下跌九转是见了低点，目前上涨如果形成九转，这个地方又结合晕线的高点压力，小心它这里是一个风险。目前的趋势从日线级别，它很明显是一个下行通道的延续，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强压力，晕线高点加日线的下通道的一个上轨，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空间已经不多，这波反弹到这里，它不是一个加仓点。这是阿哲目前对于比特币的一个观点。然后变盘时间窗口的话，要注意本月有2个变盘点，
目前3月17号已经到了，就今天啊，结合九转的话，这个地方大概率是一个变盘高点，而后下一个变盘点是3月28号，所以目前对于行情的推演大概率事件啊，就是股价上涨见九转，而后回调到3月28日。当然，这个回调力度如果很强，可能就是一个破底行为。就如果这个起点的地方在3月28日被跌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伤走弱。如果3月28日的回调确实不破之前的起点，那么这个地方有机会啊再往上去打破这个压力啊，去试探这个压力，这是一种阿哲认为大概率的一个预期。那么还有一种小概率的，就是目前3月17号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变盘的高点，而是一个相对的加速点，或者说变盘高点最后产生是一个震荡调整，那么就有机会再次上涨，直到3月28号下一个变盘点。所以关注一下大概率事件啊，3月27是变盘高点，小概率呢是加速点。一旦在3月17号后出现明显的下跌阴线，就九转后出现明显的破位，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有可能要调整到我们3月28号，这是2个时间窗在现在去见到。所以目前如果您是在买卖啊比特币的，特别是做短线的，到目前这里它不适合去再次的频繁加仓。如果是做波段的，那么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个变盘点后是调整还是继续收不错的阳线，如果再收一根强势阳线，可以往后看到3月28日的一波上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阿哲要进入到第3部分了。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一个图表。那 Core 位呢，也是在上海趋势图当中出现了蓝色 K 线之后产生的一个反弹行情。这波反弹行情呢，相对之前的蓝 K 的上涨其实是有所不如的。首先，它是一个黄色飘带，离得比较近啊，所以呢，上方又有一个相对的跳空缺口，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反弹空间我们不能看得太远。当前这个地方已经是超预期，所以价格如果是从低位这根长下影线反包买进的，其实到这里已经可以作为我们反弹行情的获利兑现的点。所以当下又是一个黄色 K 线，它是一个左侧的滞涨信号，或者说左侧的超买信号。在这种黄 K 附近啊，上海趋势图会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再去做加仓买进呢是不太适合的，它有可能还能够涨，但是这个地方再去买进是容易买在高点附近，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当前这里蓝 K 去抄底买进，而后黄 K 其实可以去卖出了，直接短线高抛卖出。当然有很多同学会认为啊，就如果这一个位置不卖，就很多同学可能会这么想，如果我在这里卖了，那股价一直撑涨怎么办？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好就赚自己所想要的那一部分。刚开始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是想要干嘛？就想要把握的是一个对于黄色飘带的反弹。好，既然目标到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大概2:1的盈亏比的短线交易啊？其实已经够了，所以到达目标，那么我们可以获利兑现，而后再有多的行情，可以等待确实有效突破，转为指示带之后，再去做垂直式的买卖，那么也是可以的。所以有时候不要一下子看太远，也不要呢担心在卖出之后啊，在弱势行情当中可能还会继续大涨上涨，它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遇到了那就下次呢我们再做的更好一点就行。所以当下的core位啊，就是获利兑现的一个时期。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来到谷歌。那谷歌呢，是不是一个很流畅的下跌反弹？下跌反弹，目前又构成一个强势顶分型，所以当下的一个结构，认为呢它往下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目前它这个跌的时候，因为左边有一根低开高走强势的创投破脚的阳线啊，所以这里将是一个支撑。如果往下调，2次回踩不破低点，而能够往上走出再次强阳线上行，那有机会去挑战左侧这个高点啊。不过当前呢，阳线还是一个运线，所以不是很厉害。所以运线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突破，可以往上去看一个小目标左高，但首先得要运线上破，目前运线并没有上破。然后从周线来看，还是一个蓝色 K 线啊，所以周线为蓝 K 则超跌有机会反弹，但不代表一定会反弹，因为它必须要有经历一个过程，就是蓝 K 确实消失，而后续出现反包。目前它的蓝 K 有像之前这样子消失反包吗？是不是没有？所以当下呢这里还早，得等蓝 K 消失，蓝 K 反包，那么日线上可能会出现更大的一个机会，否则它就是一个周线持续超跌过程当中的一次反弹而已。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压力上沿是 308.395。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那么阿哲对它的看法还是跟这个微软差不多啊，它已经到了关键的中期支撑点附近，而后市场呢出现了停顿反向的上涨，并且还出现了什么 N 字形结构的上破。目前回调时，我们可以认为
它这个地方紫色飘带只要支撑有效，出现强阳或止跌反包，我们可以往上去看一波趋势行情，但它出现才行，目前还没有啊，目前是连续的阴线，已经构成5连阴了，所以这里反而是一个压力。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前面这里没有有效的止跌，那么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前低了。好，所以当下最好是紫色带要有效支撑才行，转紫色带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回踩确认啊，不然的话它可能还是一个反弹，是吧？所以紫色带后要回踩确认，如果跌破就不行。紫色带目前在回踩，等确认，等止跌阳线一出现啊，目前如果这里能出现反包阳线，是不是构成了一点红？所以最好今天就能够反位，最好直接就是运线上破就更好啊，就构成我们的趋势的首个买点。支撑位呢，在底下可以看到 151.384。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它呢也是受到加密货币近期的一个止跌反弹的影响，是吧？之前呢是长时间的一个下跌，这种长时间下跌的股票，你会发现你不管怎么厉害吧，你在买反弹，你其实很累的。这种股票你去做多很累的，因为它是个黄色飘带，龙门线向下，所以这种股票呢，要么就不要作为做多标的，是做空标的，要么呢就不要去看它。你要做多的话，尽可能还是找相对趋势紫色飘带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下跌的，那么有时候可能会有很强的上涨，但它只要往下破飘带，就说明这个地方不是转势，它连中短线的转变趋势都做不到，那更不要说它是一个反转了。所以价格走势呢，只要往下，它哪怕有时候强势上涨，是吧？也有可能还是反弹而已。所以目前呢是往上突破，往下回踩有支撑，首次在飘带有买点。所以近期我们也是关注的比较多。当下呢它就是前面这种反包阳线之后顺势的上行，所以左高被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这里呢可以看一个趋势，但是只是中短线的趋势反转，因为它的龙门线还是向下的。所以如果更加好的行情，我们往上看，一般是修复龙门线1半到1倍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渴望的。那么看到周线上它呢又出现了一个白 K 消失后转为阳线，但是没有反包，所以从周线来看，它的超跌反弹的一个需求是比较弱的。只能说日线呢有短线机会，但周线来讲还没有说特别的配合共振。之前呢周线有止跌，但是日线没有买点，现在呢日线有买点，但周线没有出现明确的止跌，所以就还是往上看一个小机会反弹的压力。目前周线的下沿最靠近的压力它是 149.076， 上方龙门线它的目标 171.976， 如果更高 192.839，如果是 192.839， 那基本上就是龙门线大概1半的空间就修复了，所以这呢可以去关注。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呢，就我们近期讲的比较多，它虽然经历一波强势下跌，目前没有明确的反转但是从周线上其实已经有到了一个关键的空间上。周线是一波上升趋势当中左边低点的支撑区因为上升趋势行情一般我们说前低一般不会去破，所以价格走势一般回到前低的时候，你又知道它是一个中长线的上升趋势的时候，一般来讲这附近是一个强势的支撑点这是传统意义的一个技术分析的支撑，所以目前已经在一个上升趋势当中打到了这个支撑点，而后又有白色 K 线，并且有反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它有一个反弹的中期的一个机会。所以空间上可以看到这个 431.402 的上影趋势图，所以从日线上呢可以找右侧买点，如果左侧的话就是还没有破位之前这个低点之上我们去下跌买进，当然这个呢比较激进一般来讲最好找右侧，目前右侧还没有，因为它直接跌穿了飘带，目前要等它站上去会比较好，站上是吧走启动阳线去做右侧买点会更好。相对激进一点的就是哪怕是在这前面的分型强势底分型区间之内出现反包阳线也行目前呢都还没有，可以继续等一下，可能还在顺势的有下跌动能当中。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BGO 博通。博通的话目前是一个强势的阳线，就不断的在龙门线附近在徘徊震荡，是吧？上穿再下穿，上穿再下穿，说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中期中长期都进入震荡的一个环节。目前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破了龙门线，破了飘带，而且很强的把之前这一个下跌的把这个缺口给补了，把阳线给跌穿了，所以这根阴线杀伤力是比较强劲的。那么目前要去解救这种环境的话，最好就有一根反包阳在这里出现，因为它现在的动能是有所变化，就目前的这种上涨动能呢是比之前的要强，所以目前又出现一根下跌动能。
我们说，如果上升趋势真的转势的话，一般这种下跌动能会被快速的反包掉。如果这根 K 线这个地方能够快速反包，说明这一个强势只是一个砸盘，所以这个地方一旦有反包，说明前面的下跌可能是个砸盘而已，就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去试一下，它有可能会走出再次的往前高去走。当然，这个地方如果是延续下跌动能，它延续破位不去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确实下跌动能很强，多头呢确实不够那么就延续我们往下去看调整。所以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根阳线能够反包，那么博通将容易产生机会。好，这是我们对一个趋势的一个看法。当下的博通就是来到了相对中长线支撑附近，而后中短线的趋势支撑压力都集结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容易产生一些中期的底部机会，但是它必须要在这里有明确的反转的一个现象。目前还保持一个震荡，所以没有一个强势的走势。如果有的话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底部行情。如果在这里确实空方一直保持强势，就容易把这个趋势给跌破，那反而呢会成为一个中期的中继下跌的腰部就不是一个底部了。所以这是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位置。所以大家如果手中呢还没有上海趋势图还没有安装上的，那么您又想要分析一下手中股票的趋势的，可以呢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订阅阿哲后去及时找到助教去安装，去看一下手中股票的一个趋势环境。当前的龙门线的压力是在334.513。我们下一只股票可以看到 AMD 其实这个格局跟博通有点像甚至呢比博通要弱一点，因为它在龙门线附近呢是没有有效站上，博通至少呢有一些强势的阳线在这里杵着，所以没有那么容易跌下来。而 AMD 呢它是相对飘带一直往下压，这前面这里其实有一些强势的 K 线组合，但是没有去突破飘带，所以相对来讲只是短线的反弹。目前呢还是受到黄色飘带的压制，最好能够有明确的阳线能够突破。前面这里是有一个 N 日型日内的结构，所以初步止跌。这里如果能够往上站上飘带然后相同的来一根阳线，这个底呢就会相对稳固一点，然后飘带后续转为紫色时再顺势加仓会更好。如果它一直不出现再一根阳线站上飘带和龙门线，那么往下一直压制的话，迟早呢前面这一个缺口所形成的这个底部要被击穿，那时候可能就要去往全部缺口的回补去走了，那么就还有一定空间，就会比较危险。所以当前最好能够快速再次站上，目前飘带的上沿是203.218。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HOD 相对是很弱因为它这一波股价的下跌一直在走这种震荡徘徊。虽然前期呢有一个九转下跌停顿了一下，但这个九转后的反弹一直呢也是在这个9号和8号 K 线日内在进行一个波动盘整，所以整体来讲虽然超跌了，但是没有什么资金在涌入。当下呢又再次出现了2根下跌的红色柱，并且未止跌，所以飘带又开始收敛了。但这样的话保持会开始往下发散，所以当前这里是上涨后回来，然后出现了运线，如果运线下破，基本上呢就要再次走为下跌趋势了。运线能够上破，则会转为紫色飘带，然后再往上看趋势是否稳定。我们再看到它的周线上，周线其实也是九转，所以最近的这个盘整是周线九转这个日线九转，所以共振之后产生了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归震荡目前依旧还是在不断的徘徊。所以它这种地方呢，一直不出现一个强势的 K 线形成，所以周线上这个反弹一直起不来，所以最好能够日线的运线能够上破，这样的话呢，日线形成紫色飘带后，有机会顺势往上推，那么目标位可以看去修复这个乖离的一半，或者说全部，大概呢是我们的上海趋势图当中游龙线93.511，否则这里如果震荡一直不启动，一直没有资金去抄底去买入的话，这里顺势再往下破的话，那么是不是就要看龙门线了42.65了？所以当前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点它这里只是一个震荡，不能随便抄底，要等明确的再次的启动趋势才行。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APP它其实也类似，它在周线上也是出现了一个九转，但它的九转后产生的一个上涨就很明显比HOD 呢是强很多的股价基本上一波启动上涨，把这个飘带就击中了击中之后出现了回调。目前回调我们看一下，它是回调还是说就是周线的一个反弹高点形成了？它是不是 APP 出现这波上涨也是形成了九转？好，这个九转很强因为它是连阳的九转，然后黄色 K 线呢后面跌破加九转，才出现了最近的这种下跌。好，我们说酒后再回调，那么这附近飘带只要能够止得住只要能够停顿再次启动，是可以做再次的买进的，因为它这个结构开始变得有所强势。所以在
飘带不跌穿之前，等一根反包阳线，再做2次的买进啊。我们上周的周五呢是有一根阳线，但不是反包阳线，所以相对来讲止跌弱了一点啊，继续可以等一根上涨阳线会比较好。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OXL。这只个股是半导体3倍做多，而后看到它的周线，其实整体周线趋势是没有问题的。它最近只是一波涨势到9转后的回调，就跟之前那样子，涨到9转之后调一调，涨到9转之后调一调，但整体不破飘带，问题就还不大。而目前的这个下跌呢，它出现了连续的周线上的一个蓝色上涨动能后的首根下跌动能。我们之前讲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K 线，就本周如果维持这个动能的话，就是一个关键 K 线。当然，如果上涨，可能它还能够维持翻蓝线，是要等周线收盘。像之前熊市下跌的时候，就是这种连续的一片红，然后出现了单根的蓝色周线，一般是关键的周线。这根 K 线如果被跌破，一般说明趋势就还要延续下跌。所以目前如果这个红线保持，那么后续能够把它突破，就说明周线的低点就到了啊。不过当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本周的一个收线，本周还没有收线啊，它只是第一根 K 线而已，关注一下。而当前的日线级别，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反弹，也是9转下跌反弹啊？所以9转呢也是一种超跌的信号。当9转遇到蓝色 K 线或白色 K 线时，效果会更好。价格反抽到飘带附近，那么是不是滞涨遇阻有强分型出现？当然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强分型，我们看一下高点，这一天高点57.74，这一天高点57.78这一天是顶分型的中位线不是强分型是个弱势的顶分型。那价格走势目前在盘整，而后修复了一下这个向下跳空缺口，但是没有收阳站上，是压力，所以最好能够收阳站上那么这里呢有机会再往上去看飘带的上沿，否则这里如果压力有效往下的话，就有机会了，周线可能要收一个翻红的下跌 K 线然后目前这里的压力是56.352。然后这里是61.633可以关注这几个维度。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Circle呢维持一个上涨强劲9转之后呢还在保持上涨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对还处于上涨反转的第一段就是它还没有走回调，但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这种强势的上涨，可以明确的是它是一个反转的一笔了。价格走势前面的这种下跌的高点已经被击穿了一个高点。趋势呢产生了反转的一个走势，这个反转走势目前也把这个龙门线给击破，好，击破龙门线还继续往上涨，所以这一波呢对于趋势交易者来讲是一个改变行情的一个走势。好，这波走势后我们只需要等待价格走势回落时的一个买点。一般这种强势行情的回落，它往往不会去有效击穿8、9号 K 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8、9号 K 线的区间，还有这个飘带这里将形成一个强势的支撑，以及龙门线这附近这个区间后续在回落时可以等待一个买点。那有同学说，那这一个地方买不到怎么办？或者这个地方呢没有买到踏空怎么办？其实这个地方一般来讲是观察的周期，对于趋势投资者来讲，一般不做市场首次反转的那一波上涨，因为这一波上涨它的确认性是非常低的，你往往不知道它是会过高后调整，还是反弹当中调整，亦或者会走得像Circle这么强势。大家可以去复盘一下很多股票在这种下跌走出这种走势之后的这波上涨，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会比较弱的，它有可能会走震荡少数呢才会走出像Circle这种上涨，它需要结合很多消息面的一个因素，所以这种上涨呢一般来讲很少人可以从头做到尾，所以第一波上涨确认性会比较低一些，所以它的风险性也会高一点。所以正常做趋势交易者，我们做回调而不做追涨，所以等待后续的一个回调机会，而不是现在想要去追涨。我们当下看一下周线，周线呢它形成了黄 K 之后，目前在保持黄色 K 线进入了，就说明它是一个右侧的风险，在这里不能够去加仓了，而后要等待黄 K 消失调整后再寻找2次的买入机会，我们寻找这附近的支撑点上的一个启用点就行。如果它这一波上涨之后，下次回调直接击穿这个飘带，那说明它其实还是一波反弹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待在这附近的止跌有效去寻找启动点。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Meta 呢，它还是一个震荡吧，但是它是一个下跌当中的震荡，而这个震荡呢目前是个黄色飘带所以每次反弹黄色飘带一旦收阴线就要小心，收阴线要小心。目前依旧是对黄带的反弹，而后缺口呢没有完全回补，空方力量比较强劲。从周线来看也是周线的黄色飘带，而后这里是一个顺势下跌过程，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呢，它是第一波反弹，而后顺势的话正常前面低点是容易被破的，
所以像 Meta 这种个股，这种情况下呢不太好去操作啊，最好呢是观望为主。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OKO。OKO 的一个结构整体呢跟微软是有点类似，也是到了一个周线上啊，前期比较大级别的一个支撑区附近啊，所以形成了一个停顿。但不太好的是 OKO 它没有产生这种强势的反弹啊，甚至呢连甲骨文都不如，所以它一直保持这种下跌。整体呢还是一个红色的下跌动能啊，它没有去突破飘带，所以顺势一直往下落的话是不太好的，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启动破飘带才行。我们可以等待这种情况的产生。目前周线上呢，它是连续的蓝色 K 线，然后快有9转，目前本周是第7转，所以可以关注一下。它呢也是一个从中长线来讲，已经处于一个低位，有机会是趋势的再次启动行情，但它的力度还不够啊，说明位置到了，但资金没到。然后我们看到 PLTR 趋势上其实是跌破了飘带，而后当下有点跟 APP 类似，连续上涨，不过它没有这个9转，但是也有连阳。价格出现之后呢，黄色 K 线这里出现停顿啊，而后震荡，但它的调整是震荡的，所以比较强。不过目前没有一个震荡当中的启动阳线，所以要等一根启动的阳线会好一点。昨天是10日新，而在周五呢是一根阴线，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晕线，不太标准。好，如果这里能够出现突破晕线的动作啊，加上黄 K 后是震荡的，这里呢可以继续看2次的上涨。这个上涨目标比较小，大概呢是在龙门线附近。它得要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有效突破龙门线的压力是 167.778。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oin 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后进入到了黄色 K 线，然后调是吧？只要上涨进黄 K， 这里就尽可能不要去买，等它调完之后再找机会。所以目前是黄 K， 而后它也是一个黄 K 后震荡，跟 PLTR 一样，但是它有一个缺口，所以它更加不错。目前是不是基本上也是一个相对的收敛的状态？它也最好能够有一个晕线的上破阳线去做一个买点。当然，这个上破最好不要是高开低走，它最近很喜欢高开低走，你可以等它收线，要收一根阳线啊，而后我们再去看下只个股。再看到美光啊，美光的话就是连续的上涨，然后有跳空，但是左高还没过，左高附近出现长上影线，而后是个黄 K， 它的周线呢是9转。所以9转后呢，它也是一个震荡来进行盘整，然后目前周线也出现了一个小缺口，所以当前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缺口会不会被快速回补，如果出现黄 K 然后缺口回补，那基本上这里就是一个反弹高点，而结合左高的压力，是不是2次的探顶行为，是2次的一个筑顶行为，就要特别关注，特别小心。所以这个缺口最好不要被快速的回补，黄 K 也不要在这里出现强势的下跌，有的话呢就很大的一个危险了。所以当下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很好去做交易了。前面如果你已经是有所获利的，其实像这种地方应该是做减仓了，等它后续明确确实走出一个上升趋势回调，那可以再去做买进。当前这个地方的结构是震荡的，它不是很好看。下只个股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是回调飘带之后跌破一根，然后反包阳线，所以亚马逊这里可以看一个短线的一个维持反弹。虽然它的结构不是很好，因为它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有2个跳空缺口，而后2个缺口其实都没有被完全的修复，所以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比较多的。这一波反包阳线也只能说看一个小空间，左高这里的一个缺口的压力所以如果向上不能够过左高而再收阴，这里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高点形成，是吧？就要小心再去破底了。所以目前这就是亚马逊的一个看法，看到它的一个压力位就是这根 K 线它的一个下沿 220.380， 而后我们再看到飘带的支撑压力是 210.903 和 209.267 和 209.233 作为它的一个支撑。以上呢就是3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